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看着片头，大家应该也知道这期要讲什么了，就不啰嗦了。兜兜转转1年多的时间啊，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啊！这个大货版本，我个人呢作为体验过样板的一个玩家，对大货的期待，讲道理啊，反而会更高一些。呈现怎样的一个效果，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今天呢拿到了，跟大家来看一看。各自是小情人大，各位老铁大家好啊，欢迎收看这期摩尔牌围棋。今天呢，暗黑王冠小影子大货做一个前瞻啊。因为是前瞻版本，所以呢包装还没有拿到啊，就直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单人版的内容。其实去年已经拍过样板，所以对于它的一些基本的结构啊、设计啊、造型啊，这些咱们就不多啰嗦，直接进入主题。先是它的配件部分，我觉得是有2个很有趣的加入啊。一个呢是人面鸮，就是它胳膊上可以站着这一只鸟啊，这个鸟造型很像《山海经》里面会出现那种奇奇怪怪的生物，白色的人脸。这个脸和它本身这个肤色还是比较搭调的。羽毛部分会模仿现实中乌鸦那种五彩斑斓的黑，透一点那种微微的蓝调啊，那种蓝光，涂装效果不错，而且这个细节精度上带有羽毛类似动物这种配件来说，我觉得它也是表现的比较不错的。玩法上搭配专门的小臂甲，可以和手臂进行直接的联动，也没有前后的限位。然后在面部的话，紫光灯照一照啊，2个眼睛能亮起来，还是很显著的啊，冒这种橙色的光芒，不错啊。这个鸟的话，算它一个动物伙伴啊，动物朋友加入进去，让整个人物不那么孤单，而且能更多造型的搭配。然后第2个，我觉得是加入的很好、很有趣的配件，大家也知道的啊，这个地台部分的升级。现在的产品呢是愈发流行，让人偶和一个场景化的地台去搭配。这次影藏这款呢，我觉得设计上更加大胆了一些啊，它是做了一个场景和特效键结合的这种磁吸地台，你拿这个手电去照啊，它同样会呈现一个这种悠悠的蓝色火光啊。差一点，我少一个。这里建议大家有条件的可以选一个或者买一个那种大一点那种紫外灯啊，你照让它整个通体全亮起来。人物站在正中央的时候，就有一种蓝色火焰所围绕的感觉啊。然后地台本身也根据这个配色做了改动，特效键的涂装也不错。火焰部分是直接可以通过磁吸替换和各种搭配的，把这个火就这么给它摆一摆啊，5段小的火焰。另一方面呢，因为它也是具备了磁吸啊，所以你把它放到一个斜面的时候或者说竖起来的时候，比如说冰箱立面之类的，对，比如说我这里拿了一个竖立啊，你可以把它按照自己的喜好摆一个相应的造型，连人带鸟从火圈里好像钻出来一样，从冰箱里走也可以，或者你把它摆成一个有点像什么传送门那种感觉啊，走出来，玩法上更多变了一些。尤其你喜欢拍照的话，这种烟雾啊、火焰呢，对于人偶的造型都是很不错的一个搭配。而且相比于传统的那种纯粹的场景地台的话啊，它基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占地面积的，这个在收纳层面来讲也是比较方便。然后除去这2大配件之外啊，咱们还是先看主体部分。之前我比较担心的，或者说觉得有挑战、有难度的，还是影藏本身这个铠甲部分以及身体结构的一些设计。因为在1:6的大影藏的呈现上，它已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或者说造型了，很显眼的层次，对，很丰富，而且要求锐度和立体感比较强的，类似于这种铠甲的浮雕部分，精度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刻画的很好，而且它也是还原了1:6大影藏在这个铠甲缝隙里会做出那种锈迹啊、旧化的这个效果的，包括前胸部分灰白的皮肤表现。样板打板的时候没有做出呈现的地方，比如说小臂内部，就是在这个臂甲下方里面会做出一些细节分色，有些金色啊、银色啊，这个腋下蝴蝶关节里面藏着这个点点啊，也会给你做出一个分色。现在脚尖这里会有一个这个金属的连接嘛，目前大货的版本也都做了补色，看着一体性更强一些。
铠甲部分这个呈现，我觉得从质感、从精度都很好。另外让我惊喜的地方呢，就是它会有很多仿那种布艺的效果，它在最终开模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呈现。你看这个脚丫特别明显啊，它上面有这种网格状的编织感啊，说白了就是编织感啊，它实际也有做出来。手型部分的话，包括身体有一些小的部件啊，考虑到可动以及它握持武器，会最终选择用这个软胶材质，但是你从肉眼的观感上是没有差别的，涂装效果还有精度上没差。手指关节一节一节拼到一起那种，虽然是胶件，精度可以的。铠甲上身这一层啊，在后方有一个搭扣啊，直接掰就可以顺势取下来。内层部分大货也做了额外的装饰啊，胸口这有一个像小胚胎一样的红色涂装造型，一些细节的刻画，包括肩膀部分，它没有因为是挡在这个外甲之下的去马虎的对待啊。头雕部分当然也是重中之重啊，像它两个常态的造型，面部的刻画是完全不亚于样板的表现的，皮肤的质感啊，以及像嘴唇这种有点干干的快死了的这个样子，还有黑眼圈以及这个面部的一些阴影刻画，尤其它这个阴影刻画拿捏的很到位，因为没有颜色啊，它说白了是个黑白的人啊，如果刻画不好的话，就纯纯的白脸啊，就肯定会很丑，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但最终在大货的呈现上，你哪怕去用微距去打去看，它的这个层次感、细节程度也是很不错的。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来源于它眼妆以及鼻梁这个两侧去做的阴影的一个刻画，让它脸部的立体感更加强，包括像它脸颊和铠甲交界这里啊，做出了分件的处理，所以我们在样板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异色飞边的那种涂不均匀的效果，在大货上就可以完全的避免了，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提升。然后像发色部分呢，融入了一些黑色，增加它的漫画质感，因为这个头特别小啊，如果像1:6那样全白的去弄过去，你看着就一大团病态那种有点白化的那种感觉了。但是目前做了一个黑色的处理之后，我觉得看起来层次感更强一些，包括这个红爆头啊，也是在这个发型上做出了更多黑色的涂装，就像是漫画的某一页里面出现那种人物的。而黄爆头本身的话，这个犄角用了一个软胶，就是不用担心它折断啊，下颌部分也可以正常的做一些移动，同样也保持了眼灯、渐变、呼吸还有常亮的效果。常态头雕的话，也加入了一个眼部的灯效啊，紫光灯去打一下，很亮啊。而且你照过去，你会发现啊，它这个眼珠很工整，或者说很对称啊，就是眼球不会出现一个不好啊，就歪歪扭扭啊，左眼站岗，右眼放哨啊，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一些情况。刻画上，我觉得是有不错的一个保持。然后在可动部分，大货最终版本也做出了一定量的升级啊。先是头雕部分变成了双端关节，它会有更好的一个俯仰的角度。当然了，狂暴头的话，因为内部会涉及到电池仓这样一个结构啊，所以还只能用这个单关节啊。你脱下外甲能看到上方这两枚不会有什么干预，包括这个蝴蝶关节的一个应用。手肘部分这个曲肘的角度，基本上能让你去完成一些像是拔刀啊，以及摆臂的，包括和这个鸟进行一些搭配。腰腹部的话，相较于曾经的样板更大的可动空间，这个角度已经比曾经大了很多啊。向后，你做一点什么下腰的这个动作都 OK。腿部的话，提升的比较明显的，大腿后侧做了一个避让空间，你可以完全把这个小腿和大腿贴合到一起，能做出一些对蹲姿啊、跪姿啊都 OK。你借助一些这个腿部关节啊，做一个什么很极限这种下腰，包括一个盘腿吗？老太太做炕头的造型，老太太悬空做炕头。还可以应用这个磁吸来做一个这种翻越过障碍后仰跳高的越过去的这种很动感的造型。可动幅度不能说超级可动或者什么啊，但是在它原有的身体结构上保持一体性的同时，我觉得已经做到很极致了啊。它这个磁吸是你摆好角度的话，稍稍让它向前45度去倾斜的话，它是完全可以靠单脚做一个吸附和支撑的。再一个脚，单脚已经很厉害了。
哎，哇，单脚它是完全 OK 的。但是这里要注意啊，大货最终版本，因为它身上这些关节啊，包括材质的应用上，要比样板沉，一定要把它吸附牢再撒手啊。脸朝下这种角度啊，或者说身体向前直上直下这种都 OK 啊。但是因为它磁吸偏脚后方啊，倒着去放的话，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脚尖底。对，还需要脚尖给它受力才可以的，就倒着这个就没办法了。让它更加稳定的话，手型上也有磁吸结构，不妨再去把这个手放在上面，因为它需要这种很立体的吸附啊或者磁吸以及大的动作呢。这次在关节的紧实度上也是绝对有下功夫的啊，很极限的去拿啊，我这只抓一个脚踝。它这个关节的声音了，别虐待它了。其实也不太暴力啊，只是它的这个紧实度可以的，关节是可以提供比较稳固的支撑的。然后为了让它在腾空造型下有更好的展示啊，你翻过来这个脚底板也可以看到做出了一些不一样的纹路，防滑同时更加细致的花纹。然后在其他配件上啊，当然也有一些材质上的变化，比如说在这武器部分，包括匕首以及这个臂刃啊，还有我这次视频里没有体现出来的这个飞镖啊，它们都会进行一个金属化的处理，质感上更好，强度上更高，柄部的额外刻画更加细致。长刀的话调整会比较明显啊，那刀鞘这个上方会做出一个揪揪，这实际上是一个限位，因为你要把它插到这个后背嘛，避免你过深的把它怼到里面拔不出来。像它这两个匕首的鞘啊，后面也都替换成了磁吸，这个在安装和搭配的时候更加简单。还有呢，就是面具的表现上很薄啊，拿在手中超轻一个啊，不要弄丢了。表面的这些刻画，包括这些牙齿啊、精度都没得挑剔啊，经得起拍。肩甲部分也有3枚替换，半边披风的、不带披风的，还有搭配围脖的大比例DLC 中的那个肩甲，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搭配啊。拆装也不难啊，它就是一个球状关节啊，直接放到这个外甲上就可以了。当然，在把玩上也会有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个是它这个胸腹部分太白了啊，这个地方肯定要去捏这个地方去掰啊，但是保持手部的一个清洁吧，我觉得别给这个地方弄得太脏了啊，因为它上面会有一些这个皮肤的肌理啊，包括褶皱。再一个呢，裤腿这个裤子部分，每次做大幅度造型的时候，动手打理一下啊，让它保持一个更好的观感。一个呢是让它腰带尽量把这个裤子压到下面，再一个呢就让这个裤腿垂下来，变成这种灯笼的形状啊。体验上来讲，我觉得小影藏的大货完成度非常高啊，关节的紧实度、可动幅度上做了更多的提升，尤其是搭配上磁吸的这些特效件，就可以做出更多在动态造型下的立体展示啊，就不单单是给它放在一个平面上那么站着啊，你可以把它放到斜面上去站着，很符合他忍者这样一个身份呢，好像是在一个火圈中传送出来啊，就从那里面冒出来的那种感觉。包括你可以给它倒着去吸附，棚顶出现一个火圈，然后它这样出来，我觉得大家可能拿到之后会开发出更多的玩法，做一些有趣的视频呢，拍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在设计层面上来讲，一直有一点啊，就是可动部分和造型的一体性它就是冲突的。但是影藏有一点啊，我觉得是很取巧、很讨巧的，就是它从设定上会自圆其说，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傀儡人，身体上就会经过一些像木偶一样的接化的傀儡化的改造，会有一个穿帮关节，因为我就改造对，因为我就长这样啊，这个我觉得是它一个取巧的部分，而且在它最终的呈现上呢，其实也是做了很多设计去避免这个不好的观感。反正已经不算是初体验了啊，就是拿到大货的一点点感想吧。我现在是非常期待大家拿到手中的感受的，因为这是一个能够去记录和创作的一个玩具啊，这个人物的真实感很强，真的很像是某一部动漫啊或者漫画中会出现的一个角色。包括我拍这次这个大货视频啊，一方面是拍这个讲这个大货啊，主要还是想把我前面那个片头放出来。真的，我做了好久啊，而且我自己弄完，我感觉哎呦真不错啊，很漂亮。AI 动画，包括一些拍照啊，
不同的玩法，可能这种创作也是玩玩具的一种思路和体验啊。我觉得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啊。这款产品到手之后，我自己是觉得会有一个不错的体验的啊，很有乐趣的，很好玩的，是想让你去创作和记录的。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